但我有预感今天会翻车。一般这种东西我是不信的，觉得还是有一点准的。阴森森的地方，哎，算了，不玩了。之前的视频里面我们聊了很多次 user test， 那究竟什么是用户测试呢？那今天我们找来了我们朋友老黄来作为工具人，不对，来作为用户来演示一下 user test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黄。正巧看到脑洞乌托邦聊到一款邪门 app， 这个 app 能够感应到你所想的意图，生成个坐标，把你想要看到的场景展现在你面前。西雅图的4个年轻人用了这个 app， 然后根据坐标找到了一个拉杆箱，里面居然发现了2具不完整的尸骨，这可是真的新闻啊！意识能决定物质世界，这么刺激，那不作死不会死。我们今天就让老黄来测试一下这个 APP， 叫做 Randonautica 的 APP。那我呢，顺便来扮演测试当中主持人的角色，让我们来一起演示一下用户测试吧。开始吧。正片开始前，我先简单来聊2句干货。那在真实的工作情况当中呢，不单单只有我一个主持人的角色，还需要2到3名同事来扮演观察者的角色。他们会实时记录下用户在测试当中的重要的反馈点。在测试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会把所有的反馈点一一总结分析。当然，开始用户测试前呢，我们得做好计划。测试的目的是什么？用户群又是哪些人？设备是什么？任务又是什么？场景又是什么？在所有完成测试之后，我们要向用户提出哪些问题？以上内容呢，我们下次细聊。我们继续回到正片，接着看。OK， 我们现在开车先去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，开始此次的探险。感觉自己像个大 V。老黄，今天我们要来测试一个灵异 APP， 你紧张吗？好紧张，看到网上有一些不好的传言。看到过什么传言呢？就是什么发现尸体啊，或者是什么看到鬼之类的，莫名其妙的声音之类的。那你会对这次探险很期待吧？应该。我已经把纸尿裤穿上了。那你对这种话题本来也是挺有兴趣的，对吧？那肯定的呀，德国生活这么无聊，对吧？这个来点刺激多好。那真实情况下呢，主持人和被测试者并不相互认识。那主持人就会和被测试者在开始测试前唠唠嗑，问问他的喜好与习惯，同时呢，也让被测试者不要这么拘谨。我现在给你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APP 啊。它据说用的是先进的量子技术。听说过那句话吗？就是遇事不决量子力学。刚从你这儿听说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人少景美的地方啊，这里是 Starnberg， 可以看到一只天鹅吧，在这儿。据说 Starnberg 也是泰国国王住的地方。对，跟他很多妃子在一起。好，老黄，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你的任务啊。好。就首先呢，你要集中你的意念，然后来想恐怖的东西，然后让这个 APP 呢给你生成一个坐标。然后你要根据这个坐标去找到这样的，对，OK。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呢，是你要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呢，要 think aloud， 就是说把你看到的和心里所想的，然后你点这个 APP， 任何想法都要大声的说出来。被测试者呢，可能时不时会忘记 think aloud， 那主持人需要不断的提醒他，大声说出你的想法。没有笨的用户，只有蠢的设计，要让用户大胆的说出他们觉得不好的地方。那用户在测试当中碰到那些问题，对于后期完善设计来说是非常重要且有帮助的。OK， 开始吧。OK， 他给你一个路程，然后这个 Quantum Brain Power 量子脑力，然后设置一个这个半径 ，OK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没看太明白，是我太笨了吗？这个我觉得它有点太复杂了。我就是我想象跟我想象不太一样。我想象可能就是你直接想一个东西，然后它就告诉你一个地方。哦，要注册了是吧？我觉得太长了，因为我到这个地方我已经有点没耐心了。Much later. OK， 现在已经注册好了，我看看啊，什么东西 ？OK。然后现在你需要聚精会神了，等一下。想要恐怖的东西啊。恐怖的东西是吧？好。定位到了一个地方，它显示一个路名，然后我要 begin 了吗？你觉得呢？ beginner 呀。当被测试者，比如说现在老黄，他感到迷惑了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，那作为主持人的我，并不应该告诉他你要这么点这么点，应该这么干，而应该反问他你觉得呢？通过这样，我们才能知道用户的预期是什么，设计是不是符合了预期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多问为什么，这样我们才能知道用户觉得迷惑的原因是什么。Google Maps Earth 呢？
OK， 开始吧。走吧。你是不是很兴奋？为什么走得这么快？那我想那个东西会不会在频道实现？已经走了一小半了，这个地方确实还是挺漂亮的，但我有预感今天会翻车，不怪我啊。工业区 ，Gewerbe 的感觉。你刚刚想的是个很具象的东西吗？对，是挺具象的，但是那个过程太短了，就是我只想到那个东西，但是这种感觉没有到我的这个身体里，就是只有身体里。他要是今天真出现那个东西，我真就信了。一般这种东西我是不信的。我觉得好像快到了，就是这里啊。前面这个卡米呢，这个应该是卖烟囱的。它的这个 app 里面，它是不是还给了一个具体的地址啊 ？Peter Brunner Straße 1B 啊，再往前。但我们可以绕到它后面看一下。拍的时候小心点啊，别那个。今天礼拜天没人吧？我不知道 EB 在哪儿，这个它上面没写 EB， 这个门好高啊，这种应该是这种马的门，以前Bauernhof 的门。有一条河，这是小水沼泽吧？啊，你可以说说你刚刚到底想的是啥？我刚才想的是那种洞穴，前两天看了2个视频，然后他讲的是一个人掉到那个洞穴里了，然后去救援。一个是这种是在泰国的一个洞穴，一个是在美国还是什么地方，那个人就没救出来，直接死在那个洞穴里了，卡住了。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洞穴这种像那种钟乳石的一样那种洞穴，然后它中间那个雨季的时候水灌进去了，人被困在里面了。想的是这个，但是德国的话洞穴还是比较少，它可能跟那个卡密有点关系，但是卡密是往上的，洞穴是往下的。好，我们刚刚现在开始做了第一次测试是吧？对啊。老黄想的是洞穴，我们找到了边上有个卡明啊，但是好像也不是很恐怖的东西啊。翻车了，好，那恐怖的东西找不到，那我们开始第2次测试啊。老黄需要想很美好、幸福、和谐的东西。OK， 来出来了，好像有一点接近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又走到城里了，正好回去了吧？这是你找的地方吗？还有大概1/4，前面直走就到了。我有点走不动了。应该快到了，右转。很有希望啊！刚刚想的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？半抽象半具象。因为这边闻到餐厅味道，我觉得还挺接近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我们定位的目标点的附近了。果然有一个这个卖 döner 的店。因为我刚才想的是这个吃的好喝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准的。这个不是节目效果啊，这个就是有可能是机缘巧合就定位到这个地方了，可信度有40%到50%。因为刚才想这个好吃的好喝的，其实目的也就是想让这个人宰人人一顿，坑人人一次，但是没想到是一个döner店，这个跟好吃的还是有点差距的。但是你说在德国吧，其实也没有什么这种那么多选择，对吧？其实döner也算 OK 的。好 ，OK， 老黄，我们已经做了2次测试了，2次测试下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这里呢，我问他你感觉怎么样，提的是一个中性的问题，并没有问他老黄你觉得这个 APP 好用吗？或者老黄你觉得这个 APP 不好用吗？因为这样的问题都是带有偏向性的，并不一定能给你一个真实的、准确的回答。还可以吧，至少这个整个任务都能够继续下去，但是整个体验不是特别好，就是有时候不知道在做什么，然后它这个流程不是特别确定。那假如我们从1到5对你的这次用户体验打分的话，1是最差，5是最好，你愿意打几分？在这里呢，我为什么要让老黄来打分呢？因为在真实的情况当中呢，我们会有5到6名被测试者，那他们一一给出分数之后会举其平均值，这样我们有一个准确的数字，能够来量化这个设计的好与坏。我觉得最多就1.5分吧。不能超过2分了。为什么呢？稀里糊涂的这个整个过程，他自己有很多术语，然后这些术语他又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解释，
它的噱头来说是根据你的意念而定位一个场景让你前往，你觉得这个这个要看个人了，但对我来说的话意义不是特别大，就玩一次我觉得就，但是可能跟朋友在一起的话，大家一起玩可能还是有点乐趣，但是一个人绝对不会玩的。对你来说，你愿意把这种经历分享给朋友或者社交平台吗？分享是可以分享，但是如果最后真的没有什么东西的话，就是也比较难分享，而且这个整个你怎么呈现它也是比较困难的，除非你最后真的有什么东西，然后照片也罢视频也罢，这种可能比较好分享，但一般的话就跟拍你孩子一样，只有你自己喜欢看，没有别人喜欢看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我们本着寓教于乐的精神，使用这款量子的 APP 做了一个用户测试啊，当然还是娱乐为主。假如有朋友对 user test 更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 LinkedIn Learning 上面去搜一下 Amanda Stockwell 的课程，对你的帮助会更大。没有 LinkedIn 账号的话，可以看看我们之前的视频，应该在这个位置对，有教你免费白嫖 LinkedIn 的账号。最后说一下老黄自己的频道吧。今天有点遗憾，这个纸尿裤还是干的，没有被吓到。这边最后再自我介绍一下，这个我是老黄。如果大家想学习这个德语的话，可以关注我的频道。频道名呢就叫老黄德语，在这个 B 站和 YouTube 上都有，直接搜老黄德语就有了。欢迎大家订阅，谢谢。好，这里是人乐一家，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我们下周五不见不散，拜拜。老黄，我觉得你找的地方不带劲儿。我们现在拉10公里，好，然后这里有很多深山老林。我想的是阴森森的地方，可是这地方看着就是居民区。算了，不玩了，骗人的。你也知道是骗人的。这期视频只是个铺垫，下期视频我们来深入聊聊用户测试的干货，比如测试中的3个重要角色：主持人、用户和观察者。测试期到底要做哪些准备？测试中的具体流程，测试后如何总结分析？我们下周五再见啦！